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罗斯威尔。如果没有看过前面几集的朋友，请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去看前面几集，其中涉及外星科技材料、飞碟技术、外星人访谈。美国1947年罗斯威尔外星飞碟坠毁后，美军反悔承认不明飞行物，对附近的所有人封锁消息，第一时间秘密回收了飞碟和外星人。美军通过对罗斯威尔坠毁的飞碟残骸碎片进行了秘密的研究，发现了多个神奇的外星科技产品。美军让女护士艾罗伊和那个活着的名叫艾罗的外星生物实体 EB1 进行了第一次的访谈。今天我们继续对那个活着的外星生物实体 EB1 进行解密。美军又开始了对外星人艾罗的新的一轮访谈。你对于美国军队有没有哪些了解？艾罗说：小规模，而且你们存在的目的就是破坏星球。为何你们一直不让地球人知道你们的存在呢？艾罗说：是守护、观察、不接触、不介入发展。你们的人曾经拜访过地球吗？艾罗说：是周期性的。你们了解地球有多久？艾罗说：比人类出现还要早很多。你对地球文明有哪些了解？艾罗说：只是微弱的兴趣、注意力和一些少量的时间。你的社会的文明状态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艾罗说：是远古数万亿。你们信仰上帝吗？然后艾罗说：他就是开始和终结。你们的社会是什么类型？艾罗说：秩序、权力、永恒的支配。当艾罗回答这个问题时，艾罗的情绪高涨，非常欢快有力。你能在一张星系图上向我们展示你家乡的行星吗？艾罗说：不能。你可以对我们描述一下你的家乡吗？艾罗说：具有文明社会的地方，文化、历史、巨大的行星以及富饶永久的资源，拥有秩序、权力、知识、智慧，而且是2颗恒星、3颗卫星。艾罗说：宇宙中他们是最伟大的。你为什么不跟其他人交谈？然后外星人艾罗回答说，之所以不能与他们交流，是因为他们对他感到了恐惧。就这样，美军和外星人艾罗持续了几轮会谈，最后结束后，女护士艾罗伊记录下了外星人艾罗回答的所有信息，但是文字内容都是断断续续的，让在场的美国军方和专家都难以理解。在1947年8月的一天下午，女护士艾罗伊正在陪同外星人艾罗读书，突然间，她接收到外星人艾罗密集的心灵感应。艾罗说，他是一名来自同领地的远征军官、飞行员、工程师，目前掌握了347种外星语言，之前一直没有接触过地球人类的语言。另外，统领的控制范围遍及了整个有形宇宙的1/4。在执行任务时，他们的思想可以随意地寄居在替身的躯体当中，这些替身是由人工合成的材料所制作，包括一种非常敏感的电子神经。他们的本质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他的思想可以飘离现在的躯体，到任意一个地方执行其他任务。之所以来到51区，是因为他被派遣调查新墨西哥州的核武爆炸实验。艾罗最后说，他即将离开现在的躯体，去执行下一个任务。随着艾罗的思想飘离身体，艾罗伊非常震惊，久久没有缓过神来，他永远无法忘记这段对话。以上就是流传已久的故事版本，这些内容出自于美国科幻小说家劳伦斯·斯宾塞。但是外星人访谈这件事情确实发生过，只是没有小说那样的夸张。美国军官科所提供的外星人访谈则是另一个版本，没有那么多华丽的细节，只是回答了3个最基本的问题：外星生物实体 EB1 是谁？他们为什么来地球？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当年那名幸存的EB1在沃尔德里德陆军医院对其进行了紧急抢救，并存活了5天的时间。在这5天时间里，情报学专家和EB1尝试进行了沟通，并取得了成功。而实际上 ，EB1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而且并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在和这名EB1沟通之前，军方找来了5名不同的人士，第1名是女性，但发现无法沟通。后来又尝试了谈判专家、心理学家、政府高层，但都无果。最后一位是情报学专家，精通读心术和冥想，才和这名EB1沟通成功。他们发现，只有EB1想和某个人交流时，那个人的脑海中才能获得这些信息，而且EB1还可以同时对多个人进行心灵感应交流。EB1只回答认为可以回答的问题。最后问题一直围绕着他们来地球的目的展开，得到的信息包括：1. EB1只是对地球生命形式进行科学试验，在不造成太大干扰和影响的情况下，收集可能多的样本，以确定地球是否是适合他们居住的环境。
2.1b 仪并不干涉地球事务，不干涉地球上人类的任何行为，包括人类进行的核试验。3.1b 仪并不是唯一到访地球的地外生命，他们认为地球已经受到了一种或多种地外生命的渗透，其他任何地外生命对地球造成的影响和他们无关。这就是和 1b 仪谈得到的所有内容。所以 1b 仪只回答3个问题，而且很快的，这名 1b 仪在5天后就死了。或许外星人的目的并不像这名 1b 仪说的这么简单，他们可能一直正在监视地球的人类，监控我们在太空中的设备和行为。所以宇航员经常爆料在太空中看到不明飞行物。阿波罗登月计划之所以放弃，除了冷战时期战略上的考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宇航员在月球表面上活动的时间越长，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明飞行物现象。他们好像一直在严厉监视着人类的一举一动。NASA 无法保证宇航员的安全，所以最终停止了登月计划。到这里，拥有前美国情报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双重身份的高级军官科索爆料的内容就结束了。科索这位老人在临终前吐露了保守多年的秘密，他想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地知道世界的真相，好让自己轻松地离开这个世界。下一期，我们继续来揭晓另一位国家领导级别的重磅爆料人。感谢大家观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记得关注我们。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